乾坤中静默的世界，明暗交叠的夜，我从混沌中来书写漫天风和雪，折落凡尘的轰烈，一剑划破日月，用血千万遍与我为己，生命所见。血逐渐刺破黑夜，不负天命的书写，烈火的热烈劈开日月，不畏风雪，复兴天下的真烈，为战胜不顾一切，这一场轮回下，让见证一世化和变。高修士被他抓走了，居然有2个火影，一定得抓住他！对呀，一定要抓住他！哥。阿宝，怎么不进来？我现在应该叫你哥哥，还是叔叔？大人的事，不该扬起你。你可以继续叫我哥哥。但不能叫我叔叔。哎呀，哥哥一直不吃东西，会饿坏的。娘亲说，心里苦的时候吃下一点点心，会甜上一点点哦。心里有苦，也得面对。笑着走下去，爹娘才能放心。哥哥，对不起，是他带来的灵族害死了你的爹娘。阿宝，怕哥哥会讨厌阿宝。阿宝，哥哥不是什么大圣人，我虽然不会复仇，但我也是真的不想见到江离了。但他是他，你是你，哥哥不会讨厌阿宝。哥哥，如果你一个人感到孤单，阿宝一定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好。哥哥想清楚了，我会把秋明平平安安的带回来。我有好的话，想当面告诉他。公主，公主，有高修士的消息了。找到秋明了。我们也刚到，是云秀山庄收到的消息。县盟通缉令、悬赏令传遍各处。今日清晨山庄一修士禀报，说是看到何县我将高修士带去了暗域。何县我带他去暗域干什么？原因还不清楚，但何县我心机深沉，他行的每一步都有自己的谋算。如今看来，他之前很可能是故意制造三族大乱。一方面，趁着混乱掳走高修士；另一方面，他想借仙盟之手，封印暗族，以便他在暗域实施自己真正的计划。什么是真正的计划？他想用混沌之力打开天梯，前往神界。难不成何县我以为高秋明是混沌珠？秋明是混沌珠？
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他猜错了，高秋明不是。但若何宪我这么以为，难不成他是想借高秋明之力修复天梯？据传当年，人皇昭明获释，甚至与上天弑神，惹了神怒，神族不愿再庇护人族，于是斩断了天梯。那何宪我为什么会觉得有了混沌珠就能修复天梯？因为斩断天梯的，就是混沌珠。上古神器，混沌珠，天命书，随创世而生。一个掌时空，为司晨；另一个掌因果，为司命。他们都是天道的执行者，亦是高于神族的存在。不过天命书从未现过世。所以何宪我能渴求的只有落在人界的混沌珠。但我在暗域10年，从没有见过什么天梯遗迹，也没有听人提起过。若传说为真，那天梯遗迹上必定还残留着混沌之力。混沌之力可以扰乱时空，甚至可以让时空折叠隐藏，所以你看不到也是自然。别说这么多了，我这就去暗域救秋明。傅安生，那是何宪我，你自己一个人去送死吗？那倘若何宪我知道他不是混沌珠，必然会杀人灭口，到时候一切都晚了。你要去，也得带上筹码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？此番请你前来，只是希望你能帮我一个小忙，将混沌珠引来。举手之劳，想必你不会吝啬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混沌珠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想不到你还颇有情谊，只是有一点你想错了。你越是为他掩饰，为他隐瞒，便越是暴露了真相。混沌珠就是穆玄灵。他区区一个灵族，怎么可能跟神器沾边？你未免也太抬举他了吧？万年前，天梯便是被混沌珠斩落在这里。这遗迹之中，充斥着混沌之力，只有混沌珠可见。凡人若是进去，便会在其中永久迷失。高修士，你可想进去试试？你在威胁我，是吗？我和你说过了，穆玄灵他不是混沌珠，他就不是。高修士，我只是想让穆玄灵帮我修复天梯，不会伤害任何人。不会伤害任何人。这三族之乱，伤者多少，亡者多少，天下苍生的命难道不是命吗？我也很遗憾。你说得倒轻巧。你为了打开天梯，不择手段，丧心病狂。这天界有什么非去不可的？听说天界有永不断流的仙泉，无需劳作，只需从人界攫取灵气精华，便可人人长生不老，无所忧愁。可人族却要经历生老病死，仅仅是想吃饱饭，都要仰赖老天垂怜。我很想到天界去看看，为何世事会如此不公。
你设修仙阁，屡屡作乱，手上沾了多少鲜血？现在又来这儿做慈悲之相。与你论道倒是有几分意思，只是恐怕已经没有时间了。你的朋友们已经来了。秋明，傅雷生，何仙我，你放开他！他跟南虚月是一伙的，他们还有后招，你们快走，快走！放开他，换我来，我任你处置。何仙我，你想要的是我，放了他。我来解决。他剑在颈上，你的剑就算再快，也怕有万一。我才是混沌珠，事情因我而起，我不想欠他的。我相信的是你，即便我落入何仙我手中，你也一定能把我救出来的，对不对？穆玄灵，你我是死对头，我从没喜欢过你。就算你现在过来换我，我一点也不会感激你的，一点也不会。你少废话！你以为我喜欢你吗？你这个废物，怕是流年不利，老是被人挟持。我劝你回去还是学遁术，打不过就跑。穆玄灵，小的时候让你为我替死，是我亏欠。今日我便全部还给你。不要！秋明，高秋明！四方剑阵！你走不了了。谢城主似乎得意的太早了。高秋明虽然愚钝，却有一句话说对了：我既与南虚月合谋，又岂会不留有后招？南庄主，该你动手了。南虚月，你背叛我！从未效忠，何谈背叛？6000年前，仙盟耗尽混沌珠之力，才得以建立万仙阵。如今你们空有混沌珠之体，却缺混沌之力，想重建万仙阵，简直痴妄！痴妄！你猜的没错，他就是6000年前我与凤香建立万仙阵时曾遇到的邪修。他果然活了这么久。他当时欲抢夺混沌珠，被我以杀招重伤。我以为他已经死了，但照你所说，看来这家伙是假死避难，不断改头换面，活了这么多年。不过，你为何会怀疑这何宪我是长生之人？因为他知道如何破开万仙阵。所以我猜测，当年你们布阵的时候，他很可能就在旁边窥探，得知了阵法的关键。而且不久前，他还炼制了化影丹。化影丹的原料，凤隐草，早在6000年前就随着凤山的崩毁而灭绝。他若不是6000年前，或者更久之前的人，的确不可能得到。但我疑惑的是，一个人族修士，即便到达了法相境，寿命也最多只有1000余年。凤香尊者未得长生，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。可何宪我为什么能活这么多年？难道他也见过论境上身？福香，长生是何种代价，你已经看到了。不过，我曾经确实听闻过一种吸取他人骨血精元，用他人寿命
给自己延寿的邪法。施法者虽然能给自己延寿，但也会遭受极大的反噬折磨。外表如常，内里却如一团烂肉，腐朽不堪，最终会一朝爆体，加倍痛苦的死去。我想这家伙就是修炼了这邪法。究竟是什么目的，能让一个人做到如此？乾光君，我还有一事想请教。如今暗域只靠桑启的灵丹封印，恐怕无法长久。我有意重建万仙阵，之前先辈的古籍我都看过了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混沌之力。可混沌珠早在6000年前就已被耗尽力量，如若没有混沌之力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重建万仙阵？的确有一法，可以不借混沌之力，也能完成阵法。需让当时3位灵力至强者分别站在修、生、死3门之上，即可完成阵法。多谢乾光君。哼，你先别急着谢。死门乃力竭之位，若没有混沌珠的强大力量支撑，死门之人必会灵力耗尽而死。这就是唯一的解法。雍雪城玄天门、净花宫、碧霄宫，甚至暗域，年长1辈的法相尊者相继陨落。论当世灵力至强者，恰恰剩我、穆玄灵以及你。所以从那时起，并不是我算计你，而是我被算计了你的棋局里。我们无法算到你每一步会怎么走，但知道你最终会怎么走。何县我死门为你而备，和南虚月的配合并不算难。南虚月，你们当真知道他是怎样的人？知道他在背后都做过些什么？为什么？一个人该死，可他却不想死，就会有挣扎心。挣扎间稍有动摇，便一步错，步步错。我便是如此，无可辩驳。那又为何突然告诉我一切？这便是何县我的药，可为我殉命，令我被他胁迫，身不由己。如今我不想再继续下去了。做错事，便该偿。杀了我，或者让我为你成事，然后再杀了我。南虚月受我胁迫，身不由己，真是这样吗？将死之人，你就尽管笑吧。笑完之后，带着你所有的罪业，到地下赎罪。起阵！你们之间的同盟，根本就脆弱的不堪一击。南虚月所做之事，你当真可以视而不见，当作无事发生吗？而你呢，南虚月，你真的放得下他吗？你想要活下去，不就是因为他吗？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劳你费心了。南虚月，你想清楚，我一旦死了，
你便再也拿不到药，你也会死。终于啊，都入阵了。都。南虚月，开阵。好，那便如你所愿。 不要！虚月，你干什么？大战已起，阵眼中人皆不得逃。 三门皆为死，三人皆死。真是好大一出戏啊！南虚月，难道连他你也要杀吗？你所求究竟为何？ 相信的是你，即便我落入何仙我手中，你也一定能把我救出来的，对不对？雪莲，不要！穆玄灵，穆玄灵。 谁家情郎总是像你这样连名带姓的叫人？以后叫我灵儿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你说什么都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你跟玄信说的话，我都听到了。谢城主当真要跟南虚月合作？你明知道他不可进行。若要重建万仙阵，必须有一位大阵师来起阵开阵。纵观天下，唯有南虚月能够胜任，我别无选择。倘若他背后另有谋算，从定下计划起，我便押上了自己的性命。宣谢，若我身死，你就是下一任仙盟盟主。愿这灵位寿命
不会令你太过为难。可是穆姑娘又该如何？她身上有一块玉牌，是南虚月所赠。我接触过那玉牌，的确是护身至宝。只要有她在，玄灵性命无忧。我是问，如果你死了，穆姑娘该如何度过接下来的人生路呢？穆玄灵，生于人界，长于暗域，这世间从来都没有对他好过，他却凭着一腔意志，从不公中杀出一条血路来，将所有的痛苦和折辱都踩在脚下。他从来都不是我的附属，他是他自己。他的人生不会因为我的死而黯淡，而失去意义。我爱他，敬他，也信他，只是留下的往往比先走的那个更痛苦。是我太过自私，要让他做留下的那一个了。每一次作战，你都抱着私志，你总是为所有人考虑，却唯独不为自己留后路。谢学着，你真傻，你心怀天下，总要有人心疼你。死的事情，就让我这个妖女来做吧。对不起，还是你自己留下。谢雪珍，这一次换我来保护你，好不好？受这一击的本该是我，不，你不会死的，我不会让你死。玄灵，玄灵。玄灵，穆玄灵，穆玄灵。你萧宫弟子已去通传高秋明的消息，不过，你当真决定要借万仙阵重建之机，杀了何宪我和谢雪晨吗？一个不顾他人性命，一个不顾自己性命。他恨的，他爱的，都会让他身陷险境，所以他们都得死。可他也在阵中，万仙阵阵法难改，一旦改阵，便只能是三门皆死，他也逃不了。我的玉牌会护着他。代价呢？能抵御万仙阵死门的法器，你要付出什么代价？只是把他所受的伤害转移到我身上罢了。那你会死？杀了何宪我便也活不久了。
杀了谢雪晨，他就会恨我。怎么想，最该死的那个人都应该是我吧？我曾说过，若有一天我动了谢雪晨，他便可取我性命。我既允诺于他，便定会做到。所以我和谢雪晨一起死吧，把性命还他便是。我今日才真正发现，你果非清风明月，亦非料事如神。你能成事，是因为你是个疯子，一个不要命的疯子。不许你！不许你！若是再过来，我便立刻杀了你。今天杀了他！不许你！不许你！这里是安玉的荣渊啊，阁主呢？尊神，阁主让我们救你出碧霄宫，你为何带我们来这儿啊？诸位，阁主通过令牌传话于我，带修仙阁所有灵族来此集结。他说将要带大家去一个真正平等的无忧之地。无忧之地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现在该你们借我一些力量。阁主，为什么？谢雪晨，玉轩宫是谢雪晨，阁主要杀我们，是谢雪晨救了我们，一个人族救了我们。煎熬万年，牺牲这么多人的性命，就为了开这天梯，为了成神。在你眼中，神族是什么？过去神族高居9天，统御3界，他们漠视众生为蝼蚁，给人界带来无尽血泪。那时人族还没有神窍，无法修仙，只得祈求神族眷顾，受神族驱策奴役而不自知。但万年前，唯一能修炼灵力的人族，世人尊他为圣，奉他为人皇。
我娘说，上天后就不能再回家了。有什么好难过的？能被选为神士是家族荣耀，是好事。做神士会被陷阱，我们会死。你别胡说，那不是死，只是离开凡胎肉体，去往天界侍奉神明。别说话。圣君有命，要好生照看这些孩子。是。是圣君要我们去死吗？别误会他，孩子。圣君生来便受天道所重，本不该沾染这世间凡尘。但我在圣君身侧10余年，没有一日他不是在为你我这样的普通人而操劳。你所在的村子，难道没有受过他的保护和恩惠吗？即使是人皇圣君，也有他的难处。但我们要相信他，定能给我们最好的世界。然而后来，人皇圣君背逆天道，登天梯，弑神族，最终落败。世人皆唾弃他的野心和狂妄，可我却敬慕他。我敬慕他身为一介凡人，敢于只身挑战整个神族的勇气和力量。我要的就是让整个不仁的神族覆灭，否则早晚有一天，他们还会再来人间。我杀人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。那就是神吗？神事何在？不会有神事了。昭明，你想违背天道吗？神族所行并非正道。今日，我要这天地间只有日月，再无神仙。这不可能！人皇未能杀尽神族，便已陨落，这是我亲眼所见。怎么会没有神？万年前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圣光，一定还有神，那里一定还有神。邪修不容于世，每隔100年便要改换一次身份皮囊，苟活至今。难得你还记得我。天书司命，尽知因果，名不虚传。昭明邪躯，逆天诛神，堕入尘魔，震于荣渊。
都是假的。世界是假的，传说也是假的。你在说谎，天命树在说谎，万年骗局，这才是真相。昭明无罪，昭明无罪。无罪。之间找寻你的脸，若心中的泪无人发现，可否还不知疲倦？因心有所念，痴情人不必问长路多远，为爱身披风雪。